以為捱夜就代表後生，以為減肥就會變靚？錯，要維持年輕，保持凍齡美貌，就需要保養卵巢。正所謂卵巢養得好，人就唔易老。所以想知道點樣令自己回春，立即收睇治癒秘笈。大家好，我係註冊中醫師錢詠儀博士。卵巢早衰嘅主要現代醫學所認為嘅原因咧，包括手術嘅因素啦，即係一啲關於婦女嘅卵巢嘅手術，例如卵巢囊腫啊、朱古力瘤啊，做個手術係直接咧損傷咗咧卵巢嘅一啲組織。另外就係自身免疫嘅因素，身體嘅自身免疫嘅發炎啊、各樣啦，都會令到卵巢咧嘅微細小卵泡咧就係有一啲嘅消耗。而喺中醫學嘅角度啦，其實除咗以上嘅因素之外，肝氣嘅鬱滯啦、腎氣嘅減弱啦，都係其中嘅因素。就包括啦，如果一啲現代人嘅經常捱夜，其實咧係會損傷到腎氣，令到咧血唔能夠歸肝，肝腎陰虛，更加會出現到呢一啲嘅情況嘅出現。現代人啦，工作壓力都比較大啦，容易出現肝鬱啦嘅問題。肝鬱咧令到氣血咧嘅運行失暢，會加重咗咧卵巢早衰嘅出現。卵巢喺先天上邊係有一定嘅局限嘅，就好似一個 BB 女，佢剛剛出世嘅時候，就好似一個水池，其實佢嘅卵巢儲備，即係一啲好細小等待發育嘅卵泡，其實已經係定咗一定嘅數目嘅。而呢啲數目咧，只會經年累月咁慢慢嘅消耗，喺青春期啊，又或者係育齡期啊等等，會慢慢咁樣去減少。佢喺好後生嘅時候，佢嘅消耗好少，所以呢個水池就算少咗一啲水，你唔會感覺到佢有一啲嘅症狀。但係可能去到35歲以後，呢一個卵巢嘅儲備裏邊個水塘已經唔係咁多水嘅時候，先至開始慢慢會見到一啲身體不適嘅症狀會出現啦。咁由於咧卵巢衰退啦，卵巢咧負責咧分泌雌激素嘅作用咧就會降低，再加上咧FSH 升高咧，會令到咧女性咧月經咧會出現一啲變化，月經咧量咧會比較少啦，亦都有可能咧月經咧會提早嘅出現，未夠20日就會嚟到一個週期。有時候咧亦會出現一啲咧子宮內膜啦增厚得唔好啦，一啲異常嘅出血啦。另外啦就雌激素嘅下降啦，亦都會令到女性啦容易有陰道乾澀啦、性慾下降啦等等嘅症狀出現。如果一般嘅女性啦，佢哋一向嘅月經都係比較準，經量都係穩定嘅話咧，突然出現呢一啲月經量咧減少嘅明顯變化咧，就需要開始留意翻身體嘅情況啦。咁所以咧，中醫就會建議，就算一啲比較年輕嘅女性，一啲不良嘅生活習慣都要盡量嘅提早去作出一啲嘅養生。如果唔係咧，去到年紀開始大啦，可能30尾40頭嘅時候，要再去扭轉翻，要去再去改善嘅時候咧，出現症狀咧，咁就會比較難處理嘅。咁有病人咧，曾經係因為咧多次嘅卵巢手術啦，即係以前出現過朱古力瘤，但係朱古力瘤呢個病咧係容易反覆發作嘅。咁經過多次嘅手術之後啦，會出現卵巢功能嘅低下，因為壓力啊、捱夜啊嘅一啲因素，令到個病人可能原先咧已經係卵巢衰退得比較明顯嘅時候，我哋咧都要咧去幫佢疏肝啦、健脾啦、補腎，去幫助卵巢嘅功能嘅衰退減慢。咁曾經有病人啦，佢可能係比較40頭嘅時候，因為月經唔嚟幾個月，咁咧佢嘅 FSH 嘅水平咧都比較高啊，已經去到咧60幾啦，即係西醫學角度咧都係將近收經嘅時間。咁咧我哋咧就希望啦幫佢延緩啦，用一啲中藥補腎填精啦，去咧減少佢嗰個卵巢嘅衰退。咁咧而呢一位病人咧，去到46歲啦，仍然嚟緊月經，所以咧中醫咧治療卵巢早衰咧係有一個比較良好嘅效果。卵巢早衰啦，針對一啲需要有生育要求嘅女性嚟講啦，第一佢就係容易不孕嘅，而呢個卵巢早衰咧佔咗咧女性嘅不孕不育啦嘅一個百分比咧，大概都有10%。咁有啲婦女啦，佢哋唔能夠自然嘅受孕啦，佢哋會尋求一啲輔助生育嘅辦法，例如試管嬰兒咁樣啦。咁但係咧，卵巢儲備功能低，即係好似啱啱所講啦，個水庫其實係好少水嘅時候，佢要再去促排卵就會比較艱難，所以 IVF 咧嘅效果都唔會咁理想。卵巢早衰嘅女性啦，佢哋嘅雌激素水平會比較低，又即係我哋中醫講咧，肝腎陰虛嘅情況會比較明顯，所以咧皮膚咧可能會較為鬆弛同埋乾燥啦，再加上咧女性嘅雌激素會比較低啲啦，咁咧新陳代謝亦都會減慢。
呢樣嘢咧係會令到咧女性喺身體嘅機能上啦，又或者容貌上邊咧係會出現咗一啲嘅差別啦。對於冇生育要求嘅女性啦，其實卵巢早衰咧，即係更年期提早出現啦，係會令到咧女性嘅機能下降嘅，會出現一啲咧身體上邊嘅一啲慢性疾病嘅風險，咁啊例如中風啦、心腦血管疾病啦，都會咧容易構成嘅。另外咧就係骨質疏鬆啦，因為女性咧更年期後咧骨質容易流失，如果咧比較早嘅時候咧就已經去到更年期啦，咁呢一個骨質疏鬆咧就會更加加劇。中醫咧就覺得咧女性嘅生殖咧係與腎有關嘅，所以咧卵巢早衰咧好多時候咧都係出現一啲咧腎氣比較虛嘅女性身上。除咗腎氣不足之外啦，其實咧氣血不足啊都會同我哋呢個疾病有關係。所以咧我哋治療上邊啦，除咗係要補益腎精啦、腎氣之外啦，我哋咧都會透過養肝血啦去幫助咧養陰，再加上咧補腎益氣嘅方法，調補咧肝腎嘅同時咧都會健脾養腎嘅。中醫認為啦，早瞓啦係可以幫助咧血啦同埋陰分咧歸翻肝同埋歸翻腎氣。咁咧因為經過一日嘅消耗啦，其實咧身體需要休息。如果咧呢啲血啦同埋咧腎氣唔能夠歸到我哋嘅肝腎咧，咁就會咧逐步咧影響咧我哋嘅腎氣不足啊、腎虛嘅情況出現。我哋比較注重養生嘅中醫係會咧建議咧病人咧都會早啲嘅瞓覺，11點係最好啦。但係我哋都見好多婦女其實佢哋可能真係11點係未完成佢哋即係日常要做嘅工作，我哋都會建議12點前瞓啦，會比較好啲。有啲人可能佢本身咧身體係比較陰虛嚴重嘅，佢可能捱一次夜咧，第二朝早就會出現一啲即係陰虛口乾舌燥啊，個人會可能肝火比較旺盛啊，即係一啲燥熱嘅表現。咁但係有啲人咧，可能佢本身個陰陽比較平衡，佢就冇咁容易受到一啲捱夜嘅影響。均衡飲食咧係對於我哋身體係一個基礎，非常之重要。好多時候啦，現代女性可能需求體型嘅苗條，佢哋會做好多運動，或者飲食上邊咧都會咧節食得緊要。有時候咧，甚至咧而家都會興比較唔食米飯啊，減少澱粉質嘅一啲飲食習慣，其實咧係對身體咧消耗會比較大嘅。所以我哋咧都會建議翻啦，有陣時有啲病人可能已經出現月經失調啦，我哋都會提醒佢哋要盡量咧要食翻飯嘅，因為飯能夠養我哋嘅脾胃嘅氣，咁脾胃嘅氣充足咧，亦都可以幫補我哋嘅腎氣嘅不足啦。由於啦卵巢早衰同腎嘅相關比較多啦，咁我會建議一啲補腎嘅食材，包括杞子、合桃、桑寄生等等。杞子可以焗水啦，合桃嘅話咧可以當口果啦，一日食1-2個去補腎，又或者加入早餐裏邊食用。飲用桑寄生蓮子茶啦，都有補肝腎養筋骨嘅作用。中醫咧就講五臟啦，其實五臟咧都有佢相對咧應嘅顏色嘅，一啲黑色嘅食材啦，可以對應身體咧嘅腎臟啦，去補益腎氣。咁例如海參啊、黑豆啊、黑桑葚啊、黑芝麻啊等等嘅。對於腎氣不足啦、氣血失養啦，或者血海空虛啦、沖任失養嘅一啲女性啦，我哋都會建議佢咧可以做一啲咧核心肌群嘅運動同盆底肌肉嘅運動，因為咧透過呢啲運動啦，我哋可以幫助咧氣血循行翻入去盆腔嘅位置。佢咧對於女性嘅子宮啊、卵巢啊各樣嘅血液循環會比較有幫助。過度嘅減肥啦，如果係比較極端嘅話啦，久病及腎咧係會出現腎嘅症狀。咁咧如果咧一啲可能真係過度嘅節食，佢只係一個早期嘅情況，好多時候咧係只係傷及氣血啦。只要咧透過咧調氣血啊，就可以處理翻呢個情況。但係如果身體嘅虛耗係比較日久啦，去到咧之前所提及嘅一個腎水嘅不足、卵巢嘅儲備受傷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長遠嘅影響。我哋可以咧利用咧一啲神經嘅穴位啦，例如湧泉穴進行按壓，因為咧呢個穴位咧係可以幫助咧腎氣咧嘅提升。咁咧湧泉穴咧就喺我哋嘅腳板底嘅底中心嘅位置。咁我哋可以咧透過按壓呢個穴位咧去鼓動腎氣。一般咧可以每晚啦臨瞓前啦去按壓15分鐘。按壓嘅時候咧將力啦盡量咧係透入去個筋膜嘅位置啦，令到咧有酸麻脹痛嘅出現。
面啦，咁先至係按得嘅力度足夠嘅。咁另外嘅穴位啦，三陰交穴啦，佢叫三陰交，即係三條陰經嘅交匯處。三陰交穴咧就位於咧女性嘅腳踝內側嘅後緣，再對上咧3寸嘅位置。咁即係咧女性咧可以喺佢嘅腳踝後邊位置再度翻咧4隻手指嘅長度度。咁然之後咧按壓翻三陰交穴，會感覺到咧又有酸酸痹痹嘅感覺，呢個位置咧就應該啱啦。血海穴咧就係位於咧我哋膝頭哥對上內側嘅一個位置，咁咧佢嘅肌肉比較豐厚啦，係可以咧幫助咧身體咧嘅氣血運行，咁所以叫做血海。咁咧我哋可以按壓血海穴啦，一日咧都可以按2至3次啦，每次10分鐘左右啦，去幫助咧女性嘅身體嘅氣血嘅增長。希望大家鍾意以上嘅分享，下次再見，拜拜。